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当80后扎堆仙侠剧，杨颖口碑垫底，赵丽颖赢面不大，唐嫣有望封神。演艺圈的确是过度饱和，后浪在推着前浪走，但凡拿不出好的作品，就会被观众遗忘。但同时从长红角度来讲，80后这个阶段的演员年少时是圈内新势力，如今30几岁了，仍能扛得起大制作的招商。相比较起年轻生花人气上的不稳定性，中生演员们反倒会令人安心一些。毕竟国民号召力基础早就打下了，能够在自己的黄金期闯出一片巅峰出来的，绝不是等闲之辈。或许正是看到了80后能够带来盈利的可能，所以即使仙侠具有不成文的年龄限制，95后小花孟子义在采访中便提了一嘴，希望自己能拍到仙侠，不如年纪大了就拍不了了。剧组也愿意把大的 IP 交给已婚已育的他们去尝试。当80后扎堆仙偶剧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杨颖陈圆跌破底盘，成熟脸演不出少女感，赵丽颖与凤航预告即被导游。陈圆的口碑崩盘，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演员的曝光度有多重要。每年上线的剧那么多，对于观众来讲，除非剧好到能够成为经典，不然没记忆点的角色是吃不到多少角色红利的，自然也就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深层次的下意识印象往往是观众选择是否打开正片的理由。很明显，马天宇与杨颖的组合不仅没吸引到足够的关注，反倒是有些赶客的。两个年过30的人硬要演少男少女，一个油，一个姜。杨颖作为跑男女神，她的容颜的确没辜负上天的厚爱。然而美的出色，也要看与人物合不合适。张茵茵是个大咧活泼的修仙师姐，虽有些傲气，但并不算蛮横。在下山抢夺谪仙之时，她角色的脸蛋让纪晓二一见钟情姿难忘。带着江湖气的侠女，干脆且单纯。杨颖充满阅历感的眼神，显然是不太贴合前期天真无邪设定的。陈圆是演员对自己的判断失误，与凤航是观众对剧组的无限担忧。原以为由赵丽颖坐镇当制片人，原著亲妈来做改编，剧目已是保障万全，不会出错了的。谁料这新版预告上线，无论是剪辑手法还是后期滤镜，处处透着赶紧交差的敷衍感，这让人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。同样是大 IP 配顶流，当年的有匪烂到出名，连吐槽他的二创视频都有1000万播放，站得越高，要求越高。赵丽颖既然选择在转型途中接下这么一个仙侠本子，那么她势必就要承担起剧目播出后的所有反馈。演好了是状态回春，播得差是低分如潮。搭档老同事林更新再扮一次荧幕情侣，新鲜度不够，与凤航综合来看有点微了。面无双留学一路好宝藏，唐嫣时隔4年再挑古装，摆脱傻白甜人设。作为80花中最后一个加入战局的人，唐嫣在回归家庭数年后，终于是进入了劳模模式，拍了《繁花》便要进组，预定于7月底开机的面无双。此项目有2个看点，一是男主的人选，二是女主的人设。论咖位大小，刘学义或许排不上名次，但他勤勤恳恳拍了那么多年戏，演得了嘴平天地，也能扮雌雄难辨的和尚。在观众心里，他值得一个大火的机遇。有良好的路人缘，远比一些虚无的流量要来得好。4年前唐嫣的燕云台之所以被嘲，是因为她没有摆脱傻白甜的束缚，女主依旧是拿稳玛丽苏大女主的人设，在言情剧中毫无特色。如今不一样了，新女主人设不沉迷爱情，之最新神器，既清冷又有呆萌的地方，
刚好能中和唐嫣骨子里的甜美感与原生长相的御姐气。从她能花3年时间去拍《繁花》就知晓，她是能沉得下心去打磨角色的。那么，就期望2位国风演员的首度合作了。